非有消息，近期加拿大魁北克上诉法院命令加拿大航空向乘客赔偿1000万加元，约合720万美元，因为这家加国的旗舰航空公司涉嫌在宣传机票价格时使用了裸价，而不是包括了燃油附加费等之后的最终价格。这份判决于今年的4月22日作出，但是这个案子其实可以上诉到2010年。当时蒙特利尔省一名叫做迈克尔的男子受到了低价的吸引，对比之后决定在加拿大航空官网上购票，然而最后添加税费后总共被收取了大约124美元的附加费用。戏剧性的一幕是在他购票之前，蒙特利尔省刚刚颁布了新的消费者保护法。根据这份法律文件，商家在宣传低价时必须包括所有的费用，不能使用裸价或者起始价等说法。迈克尔于是联合了一个消费者保护组织，就此展开了漫长的诉讼过程。据说从2010年以来，已经有不少的乘客加入了这个团体。关于此案的争论，据说主要有2点：一是加拿大航空是国家级的航空公司，蒙特利尔省的消费者保护法对它是否有约束力。加拿大航空认为自己应该遵守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法律，而不是各省的法律。另一个焦点是分级报价是民航业的惯例，特别是对于廉价航空来说，乘客经常需要额外选购行李托运额度和航餐，这样一来航空公司无法实现一次性报价。加拿大航空还辩解说，根据当时的网站页面，乘客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当前价格并不是最终价格，而且在最终决定付款时也有选择自由权。支持迈克尔和消费者保护的人们则认为，消费者总是从最初价格页面开始对比，如果故意将机票价格分拆为裸价和燃油附加费等，将裸价放置在第一页面，无论如何都会影响判断，或者至少增加了判断的难度。这是不诚实的，不利于长期发展。应该将无法拆分的价格加在一起，同时呈现在第一价格页面。这件事儿经过14年的纠缠，现在终于有了说法。首先，在法律适用问题上，因为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，任何在蒙特利尔省经营的企业都必须遵守当地法律。关于这一点，加拿大航空已经认可，它不再纠结了。然而，关于页面价格展示的问题，双方依然意见不同。案件前几年在下级法院审理的时候，法官选择了支持加拿大航空的说法，也就是乘客知道首页并非最终价格。但是现在上诉法院不支持这个说法，认为这样做不利于消费者保护，容易使商家钻空子获得不当得利。全球许多航空公司都存在首页裸价的问题，所以此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而且1000多万加元要怎么赔付呢？因为当时许多消费者都是这样购票的，难道每张机票退款10加元吗？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